首都沦陷，大肆屠杀，战事情况越来越恶劣。到了11月21日，中日两方军队在嘉兴、南浔作战；23日无锡失守；30日常州沦陷，江阴要塞也失掉了，镇江防无可防。到了12月9日，敌军迫近首都南京，发出一个最后通牒，要国民政府无条件投降，配合着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应承支那宣言，声称一定要打到中国屈膝为止。这个通牒措辞强硬，令人毫无还价余地。本来抗日战争论武器的精良，中国实在不是对手，而将士竟然能如此坚强抵抗，打破了日人3天打到南京的美梦，靠的完全是士气。虽然节节败退，但是屡退屡战，日军死了不少人，这是他们始料不到的。国民政府大员早已撤退到了汉口，南京移交军人防守。到了这时，日军已兵临城下，国民党军队士气大大的消沉下来。最高当局召集许多名将商讨今后战略，大家一致认为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虽然对防守南京没有多大把握，但是决定不理日军的最后通牒，一定要决一死战。这时有一个勇而无谋的唐生智，慷慨激昂地向当局请缨，自愿负责防守南京，要求一切军权都交给他。最高当局认为唐生智精神可嘉，所以便把这重大的责任交给了他。同时，当局把大部分军队整编之后，在汉口另设一道防线。南京防守之战，国军完全处于孤立状态，四周都是日军。待到日军大炮运到，开始猛烈进攻，只打了2天，南京的防线就被打破了。日本军队在12月17日浩浩荡荡地侵占了南京城，因为他们原以为占领南京易如反掌，万不料从8月13日起拖了整整4个月，所以一到南京，兽性大发，实行大屠杀。那时死亡的数字传说是10几万人，我后来从日本人所做的《南京占领记》中看出来，中国人在这一役中一共死了60万人。日本投降之后，有一个日本人写过一本书，叫做《南京是怎样占领的》。书中刊出100多幅奸淫掳掠和排队杀人的图片，这本书在1个月内销售一空，日本人民才知道当时军队的暴行，也纷纷加以谴责。我知道了有这本书出版，但是托人购买始终买不到。据说这本书使得日本朝野震惊，不知怎样一个转变，这本书就在市场上绝迹了。日军占领上海后，市民纷纷逃难。后来我到日本游历，到旧书店去找寻这一类的反战书籍，可是我在东京神田区100多家旧书店中，偏偏找不到这一类书籍。不过日军在南京施暴时期，当时上海租界上的外国记者还没有撤退，所以发到全世界的电讯都描述得非常详尽，全世界都震惊起来。日本朝野对此事也反应不一，大约也有不少人反对军人的横暴，认为其有辱国家的名声，所以后来每战一城，没有像占领南京城那么惨烈的屠杀，多多少少因受到中外舆论指责，不得不加以约束。